很多人都以为雅马哈只是卖机车的，但它其实跨足了音乐、运动、软体、半导体。如果没有雅马哈 A186是做不出来的。嗨，欢迎收看《超人少年》这一集呢，一样要讲有趣的工业故事。雅马哈总算等到这些。雅马哈的初代社长呢，山叶银男，他其实是在江户时期的晚年出生，出生在和歌山城，而他们家呢，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贵族世家，家里是武士。所以呢，他从小就对于科技啊、工业啊这方面非常有兴趣。在那个年代呢，其实你要么家里是武士，要么是你家是贵族，要么是你家是很有钱的商人，你才能够接触到这种西方类的工业文化跟科技的。在当时日本啊大阪正在流行手表的时候，这个有钱人家的小孩就说：“爸，我要学手表。”所以他就跑去学习手表的制造跟制成。在那个时候的手表很有趣哦，里面那个时候在没有 CNC 的年代，你知道日本传统的手表，它是用手工这样子去割出、去刨光，然后去弄出那一颗一颗小齿轮的。所以在里面除了制造之外，它里面的管理跟整个公司的制程，它也是非常重要。这个呢，也就是影响雅马哈最多的一部分。而且你看这个绿幕后面的太阳纹，这个 Seiko 的手表在早期之前，这是用手工刨出来的。关于机械表，以后我们会再拍，记得订阅我们频道。随着时光流逝呢，他呢就把目光渐渐用到医疗设备上面的修护，他就到了金刚县的滨松市的一间医院去开始学习。那你知道在那个时代的人哦，其实机械原理，然后大家都互相相通的，所以做医疗设备的啊，做手表的啊，或者是做机械的啊，就是很多的概念都是通在一起的。于是有一天，这个滨松巡场小学就找了雅马哈跟他说：“你会不会修黄风琴啊？你知道黄风琴？”他先不管黄风琴是什么东西，就是人家问你会不会，会，他就先答应了，跑到了那间学校去帮他维修了这个黄风琴。打开之后发现黄风琴里面的内部结构就是非常有这个商业市场。他想说呢，这个东西里面大概这样子设计做一做，说好像我也可以，而且能够卖出很高的价钱。而这就是雅马哈的第一步，做音乐。所以呢，如果你到雅马哈博物馆，你就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当时这个浮雕上面呢，就雕着他背着他自己发明的风琴，走过箱根山，一路背到现在的东京艺术大学，去给当时的神社们看看，说你看看我做的手风琴怎么样？哈，厉害了吧？当时全部的老师就说你这个音不准，其实不行。他当下就被老师呛爆了，但是呢，他并没有因此感到气馁，而且奋发向上，并且学习了更多的音乐理论还有调音。所以你们看到，所有成功的人，在被人家批判跟严厉指责的时候，他都没有气馁，就像 F1 那个时候一样。我们不止没有气馁，还得到了原厂技师的认证。而这个发愤图强的关键呢，音叉也就成为了雅马哈你现在所看到的 logo。当时呢，他重新在自己设计自己的风琴的时候，他因为掌握到音叉关键的精髓。你们应该知道音叉是拿来调音的吧？就音叉，小时候噔，就以前没有调音器啊。以前你在弹钢琴的时候，没有像现在会有个电子什么 E 啊、A 啊、G 啊、B 啊，没有这样子，而是你要拿一个音叉，这个是咪，噔，然后你就要调，这样子跟它调到一样的频率，学到了吧？没听过吧？我的知识可多了。所以呢，他就做出了第二台风琴，而这个风琴一拿出来的时候，广受大家的好评，从此出现了雅马哈，上面还有一个 logo， 3个音叉。你知道以前我在做摩托店的时候，我老板唬烂我说那是3个排气管。直到我有一天真的很认真去看了，就是雅马哈的博物馆里面的资料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这是音叉，这不是排气管。你不觉得很像是一个 N 单供，然后后面喷火这样子，3个 N 单供喷火？因为以前小时候玩车，你就会觉得这好像蛮有道理。不过其实雅马哈不是一开始的 logo 就长这样子，其实雅马哈早期的 logo 很帅，是一个凤凰嘴巴咬音叉。在当时还没有3个音叉合在一起之前，它其实叫山叶乐器制造所，而其实是在当时1897年的时候，它才改名字改成叫日本乐器制造株式会社。这2个名字呢，其实就是你现在看到3个音叉的雅马哈的前身。那为什么从凤凰嘴巴的1个音叉咬着会变成现在3个音叉合在一起呢？当然，除了视觉上去修饰之外，其实日本人很喜欢讲3本柱这件事情，哪3个东西支撑着我们这间企业？那它3个音叉其实分别就代表着技术、生产跟销售。第3个很重要啊，卖不出去。你看雅马哈中间少了1个音叉，还能看吗？而且因为他们是音乐起家嘛，所以这3个音叉呢，在他们公司里面也称之为代表音乐的3大要素。你知道这音乐3大要素是什么吗？好听、流行、
爽。其实是旋律、和声跟节奏，这是音乐的3大要素，很深有没有？你骑着摩托车的时候，你有想过这件事吗？没有，你骑的就是这3大要素的摩托车啊！我相信很多看我们频道，你是开雅马哈机车行的，你都不知道这3个东西原来是讲的音乐3大重点。那话说回来，它到底为什么会变成现在在台湾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机车里面顶尖角色呢？那就要讲到2战的时候。所有在日本的企业，他们都经历战争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突发奇想的改变。像雅马哈这间公司，它在战争的时候所扮演的角色，它跟 Kawasaki 跟 Honda 又是不一样的角色了。当时呢，在2战的时候，雅马哈做最多的军事武器就是螺旋桨，战斗机前面有一个木质螺旋桨运转。那为什么他们会跑去做这个呢？你知道，在做乐器的时候，它需要有很多的木头压合的技术，还有那个螺旋桨，你不觉得它跟琴颈长有点像吗？是这个原因吗？想说啊，既然会做这个，不然来做个螺旋桨好了。当时2战的时候还没有吉他，他现在做吉他琴颈的技术源自于螺旋桨哦。好像有点道理啊。所以在当时日本战斗机上面的螺旋桨上面都会打那个公司 mark 嘛，上面是写着日本乐器制造株式会社制造，上面写那个乐器做的，乐器公司做的。因为螺旋桨你要怎么测试呢？这个时候你就要有一个引擎嘛，要有一个发动机，然后在那边让它咚咚咚咚让它转，所以你才能够测试你的螺旋桨在旋转起来的时候呢，它的偏移大不大，或者是它的中心点准不准，或者是它在甩动的时候有没有偏摆，就是你要测试非常多东西嘛。但是呢，他每次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因为要长期时间大量旋转螺旋桨，他就发现给他们拿来测试螺旋桨的那颗引擎就很容易坏。他们的技师呢就一直修，坏了就修，坏了就修，修到最后想说，干脆我自己设计一个引擎好了，就雅马哈的引擎从此诞生了。而雅马哈这间公司，他们也不像 Suzuki 或像是 Honda 一样，他们是整个生产线做的，他们就是只做引擎。而如果你看过我们之前介绍 Kawasaki 的那支影片的话，雅马哈也是一样的。他们呢就把飞机的引擎放到摩托车上，这时候就产生出了第一台摩托车 YA1， 是不是觉得长得有点像？当时的摩托车设计就是大家就互相影响，就像现在每个时代就是大家流行的摩托车的设计造型都有点一样，越来越像。到现在你看连汽车，就很多汽车不同牌子，那个尾灯那个侧身看起来就只差 logo 不一样，那其他主要的线条都长得一样，就很无聊。而其实当时呢，雅马哈他们就很喜欢用红色了。所以那个时候，它的那台 YA1 又称之为叫红蜻蜓，阿卡托博，飞呀飞呀，看红和青，飞向天空。所以在战争过后的雅马哈呢，1955年才正式成立了这个摩托车部门，叫做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当你回到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家讲发动机就说，哎，但你不要学那个人家讲之语。发动机其实是你不能来讲。1955年之后，雅马哈的摩托车，我操，不得了了。从你在网络上所看到的大 B 神车，一路到从2002年生产到至今的进展，非常极为大量丰富的历史故事。曾经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人花了2年的时间，他整理得非常详细。这个频道叫做小老婆汽机车频道，你可以看到那个人从胖一路拍到瘦，就是从一直在讲雅马哈的摩托车历史。那这边我就不一一赘述了。但你知道当时的进展，就是到我在高中的时候都还是非常风行。也因为这个车款的流行跟普及，所以改装用品各种奇怪的加装设备，就是一路发展成整个供应链、整个产业链，哇，非常的丰富。所以当时不管是北中南各个不同的城市，它都有专门在改装进站的专门店，就每个人都跑去朝圣，一路甚至还办到进站杯比赛，大家在一个封闭场地里面，然后在那边卡普这边压，我好像有跑过，这就有点太久远了，老了天空。但这个从摩托车发展到至今的历史，当时为什么这个小众就是他们的企业，大家会愿意去把它投到摩托车的历史呢？我自己觉得很酷跟很尊敬的一个点是，在当时战后的日本百业萧条嘛，你知道当每次发动战争的时候，瞬间很多艺术会变得不值钱，因为它是人的奢侈品，就是像钢琴啊、音乐啊、艺术品啊。它虽然是一个文化文明，但是在战争的时候，生活跟生存永远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就把一部分的资源去投入做引擎、做摩托车。他们觉得在那个年代更需要摩托车，然后摩托车就做得非常好了，对不对？就开始就是摩托车的事业体一直庞大。但是这个社长他还是没有放弃掉音乐这件事，所以他一路到1959年。他还是继续开始发展，就是音乐类的事业。他就开始做电子琴。如果你知道在台湾讲到车子，讲到摩托车，你知道有一个传奇人物叫小黑柯受良，也就是柯有伦的爸爸。而这个事情很酷哦，你知道柯有伦曾经唱过一个很经典的歌嘛，叫做《领》。然后那个时候那首歌其实是搭配一个电视的偶像剧，那个偶像剧叫《战神》。它里面的摩托车全部都是雅马哈 R1，当时摩托车 R1 重机出来的时候，哇，帅炸了！
每个小男生都想要买一台，所以它一路从空中的、陆上的，而且它包含水上的。它有做快艇，然后它还有做那个水上的船外机。你要有一个小竹筏，有没有？啊，你外面可以挂一个引擎，挂节莫打，然后你这边拉。你以前有看过原住民就这样子，又怎么样了？拉不动啊！你做几年了？做几年还不会？有管啦，有管！做那么久不会先检查？我怎么每次讲日本企业都会讲原住民？所以陆海空音乐都有了。这时候你想说，哪有？他们有4轮啊，他们有怎样？那我就要告诉你一个极少人知道，在日本商业博物馆里面极为重大的资讯。你知道在头文字 D 里面，藤原豆腐店他家所开的那台送豆腐车 A186，你可知道没有雅马哈是根本没有 A186这颗引擎的。当时呢，其实Toyota在制作上面遇到了一些瓶颈，所以他们呢就找了雅马哈来跨界合作。结果雅马哈呢帮他重新设计了这个引擎跟传动力系统之后，它所做出来的东西竟然比原本 Toyota 的马力直接多出了10匹，做起来之后比 Toyota 自己做的还要好。当时秋名山上一战成名啊，这 A186至今依然是漂移文化的象征。所以当时其实没有雅马哈，你可以说是没有这个历史故事出来的。另外一款呢，就是丰田的里面 Toyota 2000 GT 这台车，基本上它也是从头到尾都是由雅马哈设计制造的，甚至当时的一个国际大新闻007里面的重要座驾就是这台车。所以在前几次的成功案例之后呢，就它的引擎技术在这整个世界上面水涨船高，就是名声大噪。所以那个时候连 Lexus 啊，连 Volvo 啊，还有连一些无微不微船体的公司啊，然后全部都找雅马哈来帮他们做引擎。而它这些事情，其实在日本的历史里面都是同步进行的哦。你以为他在做汽车引擎的时候，他同时还在做摩托车，做得非常厉害。你以为他做摩托车做得非常厉害的时候，他的乐器部门他也是做得非常极为屌炸天。就像在那个年代，大家的经济开始从战乱后复兴，然后过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很多同行业的乐器都在互相厮杀的时候，他已经站在秋名山上告诉你说：“你们还在做乐器哦，要不要来飘一下？的飘的飘的一个飘。”所以，如果今天你的企业要同步发展很多事情，而且每一个东西你都要做得非常厉害，而且做到翘楚之上的时候，你的工程师压力一定会非常大，你的生活一定会充满着劳累跟焦虑。这时候你就需要老邪真人参精。补气超有感，随身带着走，老邪真陪你挑战真人生。最新的袋装老邪真人参精，非常适合像我们要长期外出移动，常常搭飞机、出国赶行程，随时要到工程上面专注工作，有时又要拍片跑通告。这时候你就来一包，马上可以补充满满的能量。这种软软的铝箔包装，它像是一个电池一样的形状，让你非常好携带。不管你是放在包包，还是放在行李箱，还是放在你的小口袋里面，都非常的适合。而且全部只有 Only 7-Eleven 独家贩售。还没完，老邪真人参精坚持整根人参熬煮，可以完整释放皂苷营养，含400毫克，就是要你喝。老邪真人参精随身带着走，随时补充能量。老邪真陪你挑战真人生。回到雅马哈，这个时候我们要重新再讲回1958年的时候。为什么回到1958？雅马哈这间公司你可以把它想1960年代之后，你可以把它分成10间公司的不同历史去看。它有时候它的运动产业就从在1958年、1960年代的时候突然砰分出去，你可以完全变成一个单独一间公司。那这个时候摩托车公司分出去，砰，你又可以把它当成另外一个摩托车公司。那这个时候乐器部门砰这样过去了，它一样就可以分成一个乐器部门公司。还有半导体的公司。还有做滑雪板的，还有做高尔夫球的，都是雅马哈。所以在整理这一集的时候非常复杂。最关键的时候，我觉得时间差就是在于1958年的时候，雅马哈他们的总裁他到了美国去发现说，雅马哈的总裁他们就看到为什么他们都用 FRP 去做一些东西。当时他就觉得 FRP 应该是未来世界工业里面重要的基础。所以一样哦，日本人跑到美国之后，看到 FRP 跑回日本来，我们一定要做成一个 FRP 非常厉害的国家。1961年，他们就可以开始用 FRP 制作弓箭啊，制作滑雪板啊，然后制作各种运动用品啊。到现在你所看到的复合弓，就像我们前几年在台湾拍摄的那些弓箭的制造，其实至今还是用很多 FRP 在制作的。FRP 很有趣哦，其实以后我可以专拍一个 FRP 的特辑跟大家做详细介绍。滑雪板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注重材料科学的运动产品了。那你知道，其实在运动产品里面有一项运动的一个东西，它完全就是各种高科技、各种材料学的极致。你知道什么运动吗？棒球。棒球，你就是拿那个球棒挥的那个吧？对，有点接近高尔夫球。你可以想象，高尔夫球就是一种材料学的集大成，一个短短细细的一根，你要用这么快的速度去挥击，同时保有弹性，又保有刚性，又能够把球击得非常远，而且又精准，又不是暴力打。
雅马哈他做高尔夫球也非常有名。1982年啊，日本人降5级的时阵，他当时就进军了高尔夫球，而且他推出了一个球杆叫 1XC200。他当时呢就以做 FRP 的基底呢，然后去做碳石墨复合材料，推出了这个全新的球杆。应该不能说球杆啊，球杆头你握把可以选，中间的那根也可以选啊，球杆头也可以选。全部加起来，我那个很多钱，外面就产生一个生意，我可以帮你定制球杆什么配什么再配什么这样子，然后打起来，你的动作怎么样这样子，高尔夫球很深啊。此时此刻，我们又要再拉回1960年代了，在1966年的时候，雅马哈他开始做吉他、做管弦乐了。他开始做乐器，这个时候是不是回到你在台湾你会看到什么雅马哈音乐教室啊？所以对于台湾人来说，你看到雅马哈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到机车啊、钢琴啊、乐器啊。而它的定位其实也非常奇怪，就是台湾人通常会觉得雅马哈是适合新手的吉他，但其实讲到吉他呢，其实雅马哈的吉他跟马汀的吉他、跟 Tokai 的吉他，或者是跟 Fender 的吉他，或者是跟一些你比较有名常听到的一些木吉他，相较来说，它其实属于一个蛮特别的存在。是因为雅马哈的新手吉他实在是做得太好了，做得太有名了，所以它的 CP 值很高。然后它弹出来的吉他的音色，很像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大家会形容它有点像钢琴。而刚好我手上呢就有一把雅马哈的吉他，你知道在以前吉他有分成美厂啊、日厂啊、末厂啊，然后这个时候还有印尼厂，那有不同的厂的价钱就不一样。你知道我这一支是什么吗？台湾高雄厂。你知道现在你要买到台湾厂制的吉他很难啊。几乎买不到。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会买它的？是因为它有附拾音器。它的琴、它的吉他，你可以说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小个短袜，也没有说就是为了 CP 值而买，而是说它就会有一种很特别、很稳定、品质好、舒服，而且它其他的电吉他跟它的电贝斯也做得非常不错。我自己最喜欢它的一把贝斯叫 BBNE2，我记得好像应该是一个 Nathan Eat 的一个黑人的贝斯手代言的。而这个乐器对台湾其实有很深的影响哦。你知道台湾曾经有得过雅马哈热门音乐大赛亚洲冠军，因为雅马哈以前每年都会举办音乐大赛嘛。然后就会有很多音乐人都会去参赛，其实我们也有参加过。而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呢？而是这个企业他会愿意投入这些资金，然后去举办这样子的大赛。我同时在看的就是一个亚洲的决赛，而你知道当时最后得到冠军、得到亚洲最佳主唱的人是谁？台湾人，那个人叫林鸿明。第10届雅马哈热音大赛亚洲，当时好像还拿了最佳吉他跟最佳主唱。重点是什么？我人在现场。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其中有一个评审啊，是王志平，王若琳的爸爸。你看这种东西既然可以跟雅马哈扯上关系，对不对？是不是很屌？那你知道台湾有一个非常多吉他收藏家，叫做黄国仁。黄国仁老师，你知道他拿到吉他的时候会说什么吗？那我们来听看看他的声音。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若无爱石头嘛无彩工。过去亲像往人的故事，无聊的梦。怎么啦？不是分手很久了吗？因为他们家是用棉豆腐的。哦，那就去买啊。可是棉豆腐现在没有打折。你知道吗？其实棉豆腐是从来不打折的，他们也没有在给你双11，他们也没有在给你周年庆的。所以呢，如果今天你要买棉豆腐，你不要想说什么时候要下单，就是你有需要的时候就随时下单就对了。他们有多种的套餐，棉豆腐的房间套餐，棉豆腐的裸床包喜香香套餐，各种套餐一律都是95折。如果你随时想到，你就可以上棉豆腐的组合页面去看看哦。所以你可以跟前男友说拜拜，你不一定要跟棉豆腐说拜拜哦。先靠上。同时回到1967年，他还开始做鼓，而且他连爵士鼓都做得还不错。1972年的时候，他做半导体，到现在雅马哈的机器在 SMT 里面的贴片机，在高科技产业、半导体产业都非常的重要。你的手机或者是你的电子用品，你很常都会用到雅马哈的这个机器。雅马哈甚至还改变了很多流行音乐的历史，因为在1974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合成器，叫做 DX7。合成器呢，哈准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一个 MIDI 的讯号。在这个讯号里面，如果你用人声唱，就是哆瑞咪。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讯号变成 MIDI 讯号，然后变成钢琴，它就变当当当，然后你又把它变成管弦乐，就变你就可以把这个讯号套到里面。所以在流行音乐的上面就做了非常大的改动，变得非常的方便。假设今天我在唱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后面想要有一个弦乐的乐团帮我伴奏，但这个时候你很难请到一堆弦乐老师，然后这边会帮你拉嘛，对，所以你就可以用 MIDI 合成器讯号。
或者是呢，今天我在后面，我突然想说啊，弦乐不好，我想要改成电吉他摇滚风格的时候，你一样可以把这个合成器的讯号变成电吉他，变成电贝斯，你也可以把它变成 funky 的小喇叭。音乐的故事，我们还可以再讲另外一集，很有趣。一路到了1993年，人口越来越多了，你知道他因为这个市场发明了什么东西吗？叫做静音乐器。因为有一些音乐器你在练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吵嘛，就像浩哥他在每天吹那个喇叭，如果你是他的邻居，他在练习的时候，你一定会很难过嘛。那所以他们就发明了一个叫静音的乐器，就会让你在练习的时候呢，你可以比较小声，不会影响到别人。后面还发展到你可以戴着耳机插在乐器上面，然后就用耳朵听，然后里面还可以调成什么 reverb 啊，可以调 delay 啊，让你变成不一样的声音。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做软体非常厉害的公司。一路到了2003年，他们推出了 Vocaloid， 这个时候刚好因为初音未来要推出了。你说那个软体啊？你讲软体会有人生气哦。初音未来不是软体，它是一个偶像，它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精神，因为初音是一个歌手嘛，所以这个歌手他的声音，他其实是有需要声音合成引擎去做的。而初音的声音合成引擎呢，其实就是雅马哈他们制作的 Vocaloid Q， 不是1代哦，是2代哦。初音用的比较好，用2代。但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雅马哈的音乐部门的 logo， 你看一下长什么样子？雅马哈的摩托车引擎的部门，它的 logo， 你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你认真看一下，它其实这2个 logo 是不一样的哦。你会看出它里面这2个 logo 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哦，那就是颜色。你只要看到紫色的，而且就是乐器部门的；你看到红色，那就是机车部门的。所以你可以到路边的你家的街坊邻居看看那个雅马哈专门在修车的，那是不是都红色？所以到现在他们依然还是会发明一些有趣的乐器，也不仅仅于就开发以前的电吉他啊、电贝斯啊，或者是一些钢琴啊。那我们从1960年代讲到现在2000年了，那至今2025年，雅马哈他们有什么样新的有趣的东西呢？那就是他们推出了概念车。他们认为啊，未来的世代啊，需要单人乘坐的 C160，其实也是有可能的啊。以后你会载你爸你妈出去看医生吗？或者是也有可能就是现在的社会年轻人压力这么大，很多独居老人嘛，那很多人就是单独独自生活嘛。我们只需要一个 VR， 或者是我们需要一个手机哦，我们就一个人好好生活就好。每天跟你的同事543干什么？每天看那些讨厌的人干什么？所以以后未来的世界的人，他其实都会越来越往独自生活、单独生活。而这台车呢，其实是来自于 Honda 的电池交换技术，就是现在不同的日本车厂，他们都会有不一样的合作跟技术交流嘛。就像当年的 A186，就像以前的 Kawasaki， 就像以前的 Honda 一样。那讲到这里，你认为雅马哈它到底是一个最会造机车的音乐公司，还是最会造音乐的机车公司呢？而其实对我而言，在我心中，我是极度敬佩雅马哈这间公司的。因为当你一个社长想要做任何一个产业或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念想，而这个念想到底是执行到最后变得阿萨布鲁，还是能够成为一方霸主？我觉得这是雅马哈3业这间公司让我最敬佩的地方。从始至终，至今保有各种尝试的热忱跟热情，从木工到机械到技术到软体，它都可以在不一样的领域里面发光发热。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我们这集所带给你的品牌工业故事？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系列的话，你可以在下面按喜欢。那或者是你想要我们之后介绍什么样不同公司的品牌历史，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记得要加会员，不然我们真的拍不出来，我们会穷死了。或者是你也可以使用超级感谢的功能，还是有任何厂商你需要宣传或者是赞助我们，都欢迎联络我们哦。那就是这礼拜的超认真少年，我是超认真，拜拜。而且我还要买他的音箱哦，他的音箱其实做了非常多的款式，希望有一天这个音响设备的你会看到我啊。这样就让我不用再一直花这种钱了。但是你看这个音箱，它这个音箱其实做得还不错。你看这音箱是什么颜色的？黑的，就是为了好看，也没有这么死脑筋啊。